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跟各位谈的是跨国离婚的问题。在跟各位谈跨国离婚的法律问题之前，我们按照惯例一样，先用案例来跟各位介绍。好，第一个案例呢是转引自《中国时报》2005年1月13日的这个报道。这个报道呢有相当的篇幅，但是呢我们就仅截录这个一部分啊，作为问题意识的提起。这个报道里面说，有一位林太太结婚37年，某一年立委选举前收到投票通知单，发现她所冠的夫姓不见了，才知道当过驻美武官的先生在美国早已经提出了离婚的官司，取得离婚判决，回国呢向户政机关办妥离婚登记。林太太呢在这个林先生驻美当武官的这段期间，留在台湾呢照顾2个儿子。她的先生这个林姓武官却在美国外遇，而且生下了一个小孩。当时他就在美国向美国维吉尼亚州的法院提出离婚诉讼。这个离婚诉讼呢，就在林太太没有到庭应讯或委任诉讼代理人的情况之下开庭。美国的法官最后以2人已经分居超过了1年以上，以及不可能复合，判准离婚。所以这个林姓法官呢，取得美国维吉尼亚州的离婚判决。因为这个林太太她不知道要到庭应讯，也没有委任诉讼代理人，所以美国的离婚官司呢，这个缺席判决，然后又没有上诉的情况之下，一审就确定。一审就确定了以后，这位林姓法官呢，就拿着这个美国维吉尼亚州的离婚判决，回到台湾，在不通知林太太的情况之下，单独的拿着这个美国的离婚判决到户政机关去办妥离婚登记，然后呢，再神不知鬼不觉的回到美国。所以这个林太太呢，始终都是蒙在鼓里，一直到立委选举的时候，收到投票通知单，发现所冠夫姓已经不见，才发现原来被离掉了。这是第一个案例。第二个案例呢，是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一个实际的案例。这个案例呢，是一对我国籍的夫妻，夫与妻呢在民国78年5月结婚，涉及在台北市的士林区。民国85年6月迁到台北市的大同区。这个太太在85年的5月出境，半年以后，台北市大同区的户政事务所依国人入出境、短期停留、长期居留及户籍登记作业要点的规定，在12月依职权变更太太的户籍为迁出登记。这个太太呢，在民国87年3月回国以后，涉及于台北市松山区，单方持经过外交部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验证的美国亚利桑那州高等法院的这个判决离婚的文件，到松山区户政事务所办理与丈夫离婚。松山区户政事务所依户籍法的规定办理单方离婚登记，并通报夫的户籍所在地台北市大同区户政事务所，注记在案。这个丈夫在民国88年9月函请
松山区户政事务所要注销上开离婚登记未果，于是向行政法院起诉涂销登记。从这个案例所看出来的这个事实呢，我们在这边再跟各位补充一下，也就是这个太太她出境到美国干什么呢？就是去打离婚官司。她到了美国亚利桑那州高等法院去请求与台湾的丈夫请求法院判决跟台湾的丈夫离婚。这个丈夫呢，从这个案例我们看不出来他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他并没有到美国去应诉，也没有请诉讼代理人。于是就如同第一个案例一样，很快的在丈夫没有出庭的情况之下，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的法院为缺席判决，相当于我国法上面的一造辩论的判决。缺席判决，然后这个丈夫呢也没有到美国提起上诉，所以呢应该也是一审就确定了。很快的一审确定了以后呢，这个太太就拿着美国的确定离婚判决回到我国来，向这个松山区的户政事务所，在不通知她先生的情况之下，单方的拿着经过我国外管验证的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高等法院的离婚判决的文件，到松山区户政事务所去办妥离婚登记。也就是办妥离婚登记呢，这个丈夫他当时是不知情的，并没有跟着太太一起去办离婚登记，是后来才知道。那后来知道了以后呢，要求这个户政事务所要注销离婚登记，结果呢被拒绝，于是向行政法院提起了请求涂销登记的这个诉讼。行政法院的判决，我们很简单的就是说它主要的这个要点。第一个，这一种拿着外国法院的确定离婚判决回国，在没有通知另外一方的配偶的情况之下，单独的去做离婚登记，这个是合法的。那户政机关就这一种外国的离婚判决是否应该要承认，这个户政机关有刑事审查权，这是第一个要旨。第二个，当事人双方你如果不服的话，你有争执的话，这个另外要循民事程序来解决。意思就是另外提起民事官司，请求这个涂销离婚登记，然后在这个诉讼的过程当中，民事法院就会去审理，那该不该承认这一种离婚判决。这个是行政法院判决的简单的我们整理出来的这个判决要旨。所以就结果来讲，第二个案例的先生要求户政机关涂销离婚登记，又打了行政官司，结果都是败诉的。那我们跟各位介绍完第一个案例跟第二个案例以后呢，就可以了解说，在我国的这一种跨国离婚的裁判实务上面，有这一种类型，也就是关于是否要承认外国离婚判决的法院实务上面，有不少的案例是一方的配偶他在外国提起诉讼，
他有可能是像第一个案例，他因为工作的关系，人就在外国，然后跟台湾的原配长期的分隔两地。也有可能像第二个案例，他就是出国到国外去打这个离婚官司。所以呢，这种一方配偶在外国或跑到外国，向外国的法院提起诉讼，以身处台湾的他方配偶为被告，请求外国的法院呢要判准跟在台湾的这个另外一半离婚。那这种案例呢，如同我们刚刚跟各位介绍的第一个案例或第二个案例，在台湾的被告配偶，他有可能是因为不知道这个外国离婚诉讼的提起，就算他有收到传票，但是因为看不懂未附中文翻译的外国传票，或者因为现实上因为工作的关系、生活的关系，根本没有办法到国外出庭应诉，更不要谈去委任诉讼代理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在外国或者是到外国去起诉的这个原告配偶，他多半能够轻易的取得胜诉的缺席判决。为什么呢？因为另外一半他没有办法从台湾到外国去出席，然后委任诉讼代理人，他甚至可能不知情。所以在外国的法院的程序，当然也有类似我国的一造辩论的判决，在英美法呢称为缺席判决。缺席判决呢，你没有出席的那一方当事人就是受败诉的判决，而且因为另外一方配偶，我们刚刚也提过，因为他没有办法上诉，经过了法定上诉期间以后，没有上诉的话，这个判决就确定，就定验。这个时候到外国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的原告配偶，在判决确定以后，就经过外管的认证。外管的认证主要就是缴了钱，盖个章，确认这个判决是真的，不是伪造的。那这个时候拿着外管的认证呢，就可以直接回到我国，在不通知另外一方配偶的情况之下，我常常形容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也有一点偷偷摸摸的这个意味。他拿着这种外国离婚判决，在不通知另外一方配偶的情况之下，直接呢就到户政机关单独的办妥离婚登记。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原告配偶他单方的持外国的离婚判决，单独的直接的去办妥离婚登记完毕以后，被休掉的另外一方配偶，他仍然蒙在鼓里。这种案例呢大有人在。所以像第一个案例的5官登记完以后，再坐飞机回到这个美国，神不知鬼不觉。这是我们这个单元要跟各位谈论的这种案例。